未知在探寻中创造。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又来到新一期的戴森奇游计划。感谢大家对上一期视频的投币、点赞、3连、收藏、转发的支持，我们终于成功上热门了。戴森奇游计划能上热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小米也会努力把这个系列视频做好。然后私下里呢，小米做了一点点事情啊，主要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风力发电的部分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不能说大规模吧，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扩充啊。这个风力发电机呢要摆在水上是要有前置科技的支持的。我这边也解锁了几个蓝糖的科技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钢铁冶炼，它可以让我们的风力发电机放在水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冶炼提纯，它可以让我们用石头提炼出硅石，然后再炼制硅板啊。然后就是火力发电，如果有小伙伴呢不太喜欢用风电啊，因为它占地面积比较大，你也可以选择用火电啊。火电有火电的问题哈，就是停电的问题，大停电的问题。但是火电在前期的话呢，数值上还是挺好看的啊，相对来说你会感觉电力的提升比较大。但是我个人不太推荐用火电，我不是很喜欢用火电啊。一是这个火电容易面临全球大停电，而且很难启动的问题啊。二是这个火电的话呢，它其实燃料的效率或者是性价比并没有风电高啊。风电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发电方式啊。玩过低难度不叫低难度啊，低资源倍率高难度的这个小伙伴们肯定有所感受啊。风电是很不错的一种发电方式啊。好，那废话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我发现上一期视频有一点点的这个黑屏丢帧的情况，有的时候会闪一下黑屏。我换了一种这个视频录制和采集的方式啊，希望能有所改善啊。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实时的反馈。然后小米呢最近鼻炎又犯了，导致这个鼻音比较重啊，所以说话可能没有那么清澈洪亮，也请大家见谅。做了主播这么多年，现在属于是这个职业病缠身的一个状态，没有办法啊。这里呢，我们刚才解锁了这个冶炼的硅石的这个科技啊，我们现在就给它弄出来啊。硅石呢，我们除了在地上采集这种小石头有概率给我们也可以通过烧石头的方式来少量的获得啊。我们这个母星系是没有的，我们这边可以选择让它熔炼硅石，10秒钟10个石头才产1个硅石啊。然后这个就速度很慢了，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烧一点点硅板出来。这个硅板主要是干嘛用呢？主要是用来做我们的这个科技啊。这边我们这几个先给它停下来，也不着急啊。在科技这边我们选择一下，先点一个动力引擎啊，然后再点一个武器系统，用来解锁战场分析基站啊。这两个是它的前置科技啊。战场分析基站是干嘛用的呢？除了在战斗的过程中它有用以外，战场分析基站里边会给我们几个建造的无人机啊。我们现在的伊卡洛斯身上只有4个无人机，这还是我升过1次级的啊。只有4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可以看到机甲啊。这边建设的无人机数量只有4个啊，但是这个战场分析基站里面一次性就给我们提供12个无人机啊，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前期帮助我们去获得提升建造速度的一种方式啊。因为这一期我们开始要铺大一点的这种结构了。
好，那我们前面的话就先说到这里啊，我们来开始建造啊。上一期我们说了，我们要造一个黑盒的一个蓝糖的工厂。在这个工厂类的游戏里边啊，建造工厂的思路有2个很主流的，一个就是黑盒式的，一个是总线式的。当然也有其他的这种建造思路啊，我这里先只介绍这2种比较基础的。总线式的工厂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把大量的这个过量的原材料啊，巨量的原材料都输入到一起啊，然后通过都在这一个大的流水线上去拿取这个资源来分布的放你的工厂。一会儿我们会造一个总线式的超市，大家会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啊。然后黑盒呢，就是设计会更加的紧密或精密一点啊。有的大佬呢会喜欢用这种密铺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游戏是有一些密铺技巧的。在我们的这个系列视频，因为面向的还是新人玩家，我这里不涉及任何的密铺技巧啊，所以我们制造的黑盒呢，就紧凑程度上可能没有那么紧凑啊，但是相对来说呢，也会比总线式的这个工厂占地面积小很多。总线的工厂的最大的问题，它对于运算量的负荷会比较大。上一期呢，也有很多小伙伴提到这个问题，说后边这个工厂大了之后很卡很吃运算怎么办啊？最主流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减少你所有的这种设备的数量，就可以让你减少卡顿啊。所以你如何去思考把你的这个工厂建得越小，同样的产量下建得越小越精密啊，越紧凑，你的这个运算量就会越小啊，所以后边就会影响的越小，你的游戏运行会更加的流畅一些啊。这就是我对于这个黑盒和总线的一些说法啊。然后呢，我们来开始做这个蓝糖，因为是第一次开始做量化的工厂，所以我这里会讲的细一点啊。如果你对这个不感兴趣，你可以跳过。首先呢，做量化有很多的戴森球的量化网站啊，都是国人的大佬做的啊。小米在这里我也会推荐一个我常用的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可以设置中文的，有这个内置的中文，在设置里可以改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网站，这个网站还是挺好用的。然后呢，这个网站呢，你可以在里面输入你想要的这个东西的产量，然后它会告诉你各个东西都需要什么。但是呢，与其靠网站呢，这个自然是好，但是网站当然是要用的啊，因为后边造大工厂不可能自己算，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些计算的原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基础上呢，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想计算的话，你是怎么算的啊？怎么算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呢，我们就以蓝糖为例啊，我们的目标是想做一个180的这个蓝糖的一个产量，180指的是180每分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磁矩阵是3秒产一个，也就是说要想做到的话，现在是1分钟产20个，要想做到180每分钟，我们需要9个科研站啊，需要9个矩阵研究站才可以做到。这是第一个算法啊，算矩阵研究站的数量。我们无非就是算仪器的数量，以及算这个需要输入的原材料的数量啊，来去匹配你的这个产线，对不对啊？那这个仪器第一个我们算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蓝糖跟这个这个磁线圈和我们的电路板是1:1的关系啊，也就是说磁线圈和电路板我们需要的也是180每分钟的这个数量，这个就定下来了。那180每分钟的磁线圈我们需要怎么办呢？你可以看到它是1秒产2个，那60秒1分钟应该是产120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期我们科技比较低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这个黄色的制造台啊，它的制造速度这里会有一个写啊，叫乘以0.75，也就是说它只有3/4的制造速度。那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磁线圈的产量就会是90每分钟，也就是如果要180的话，刚好是2个制造台啊。同理，我们的这个电路板也是需要2个制造台，那这2个就算过了。那再继续往下看，如果想做磁线圈的话，下面还需要它的这个磁铁和铜板。可以看到磁铁跟磁线圈是1:1的关系啊，磁铁这个铜板是1:0.5的关系啊。那1:1的话，就证明我们的磁铁也是需要180每分钟的。那磁铁呢是1.5秒才炼制一个，如果用我们这个熔炉的话是40每分钟啊，1.5秒一个嘛啊。那如果想要做到180，它需要4.5个，我们向上取整，所以这个熔炉是需要5个就可以了啊。然后电路板铜板就只需要90每分钟啊。那我们再同时看这个电路板同样的它也需要90每分钟的铜板，它俩加在一起就是180每分钟的铜板啊。我们的这个熔炉炼铜板的话，1秒一个，3个熔炉去炼铜板就可以达到180每分钟。然后同理，这个铁板跟这个电路板是1:1，也是180每分钟，也是3个熔炉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就算完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去算一算原矿啊。原矿我们之前怎么算，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180
8每分钟的这个铁矿的话，就是一个挖矿机要这个覆盖6个矿簇啊。然后这边我们是5个这个磁铁啊，我们是45200的这个铁矿的输入啊，那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覆盖7个矿簇，让我们的这个采矿机覆盖7个矿簇，给这个就可以了啊。哎，这个就说完了啊。那至此之后呢，后边所有的量化呢，我可能都会就不细讲了啊，就会大致的稍微的说一说，或者直接给大家放结论啊，或者直接给大家放这个网站的一个计算结果啊，就不给大家再细致讲了。这个呢，主要是面对萌新啊，告诉大家如何来做这个量化啊。那量化说完呢，我们再给教大家一个矿机密铺的技巧啊。矿机为什么要密铺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某一个稀有的矿物资源在某一个星球上，它的矿簇的数量很少啊，比如说就只有6、7个。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大规模的或者是高速的开采这个啊，你如果摆的很稀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到快速的大量的生产。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矿机密铺的技巧啊。首先我们先放一个覆盖6个的啊。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直接的这样密铺的话，你可以看到是红色的，这2个爪子交集的地方是红色的。但是你要这个摁住 Shift 按 R 去仔细的去转，或者是仔细的找角度，在某一个角度下，你会发现这个矿机是能放下的啊。这样我们就做到了一个矿机的密铺啊。这个是6个，这个是8个，一个给磁铁，一个给我们的这个铁板啊，就足够了。好的，那这边矿机也给它说完了。那如果你用这种思路密铺下去，其实是可以摆得非常非常的密的啊。当然前期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尤其是我们是无限资源被掠，它的这个矿的数量还是挺多的啊。一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一般就是在空间很狭窄啊，或者是矿的数量很少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技巧啊。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摆我们的这个黑盒。大概其我就想先放在这个位置啊，给上面留一点点空间用来这个开采啊。那这边呢，我们先放下这个烧磁铁的熔炉啊，这边我们摆5个啊，感觉还可以再往左一点啊。好，5个磁铁的熔炉，那这边就输入的是铁矿啊，这边输入的铁矿，那这个磁铁就从这边输出啊，输出出来的磁铁呢可能会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再去给我们的这个制造台中间呢，我们留一个格子的空位啊，可以用来放这个电线杆，留一个格子的空位。好，然后中间我们输入的是铜矿，这里下面放3个。我想想啊，这里这样不好啊，这样不好。这边已经多出来了5格，那可以这么放啊，我们可以设计的更紧凑一点啊。那把这个铜板的位置放在这儿啊，铜矿的位置放在这儿，哎，这样改一下。我基本上都是边想边画的啊，基本都没有做太多的功课，稍微做了一点吧啊。我觉得边思考边画的过程比较有乐趣啊，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喜欢用别人的蓝图也可以啊，用蓝图也没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会失去掉这个，自己画工厂的这个乐趣，不是我喜欢的方式啊，我只能说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画工厂的啊，这个过程是这个乐趣还是不太好替代的。好，那这边就输入的是铁啦，铁从这边输啊。我们呢是可以给这个传送带改图标的啊，这样我们后边去做黑盒的时候，做蓝图的时候比较好做。这边输入的是铁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可以输入一个铁矿啊，然后这边输出的是我们的磁铁，哎，然后呢这里输入的是铜矿，然后这边输入的是铜板，然后这里的话我想想啊，铁板我想想放哪儿啊？铁板要不感觉可以放，放这里也可以，放这里也可以哈。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改一下，这边输出铁板，那这里输入铁矿啊。这边我们改一下啊，这里铁板，这里铁矿，好的，然后这样一放。那这个制造台呢，我们是用来制造这个磁线圈的啊。磁线圈我们的爪子可以先抓一下了。我们可以先把这个东西弄下来，抓一下。这边是生产铜板的，
我们直接就给它设置好，然后按 Shift 按鼠标左键就可以进行复制啊。Shift 按住鼠标左键，按一下鼠标左键就可以复制这个机器，它可以复制配方，也可以复制爪子。你如果觉得有一些警报看着难受，你可以先给它关掉啊，这样方便我们去看啊。然后呢，这边就是铁板输出磁铁，所以这里我们设置成磁铁，磁铁我们要5个啊，5个是超亮的啊，向上取整。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磁线圈，磁线圈的话这里。磁线圈呢，它需要这个磁铁啊，磁铁我们是这边输入拐了一下啊，是为了让这个传送带更贴近这个制造台的位置。然后铜板呢是从中间走的，因为2个机器都需要铜板啊。然后这边也需要铜板，然后这边还需要铁板。这边我们设置成这个电路板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样一复制啊，这2个就出来了。这样好了。然后最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铁板。铁板这里呢，铁矿输入啊，这个输出这里这样就可以了。好，然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输出我们的这个电路板。电路板的输出我看一下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的磁线圈我们就走中间啊，传送带之间是可以这样交叉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一个传送带和另一个传送带它会自动交叉，它是不像异形工厂一样还需要什么地下传送带，它是自动交叉的。然后它的交叉呢是需要抬高一定高度的，你可以看到哈，它需要抬高一定高度，所以你特别近的地方它会告诉你它无法交叉。你可以看到这是红的，因为它默认它要抬高一定高度，它才可以交叉。你跨的这个传送带越多，它需要抬高的高度越多，它需要的前置的这个带子也越多。但是这样有的时候这样铺你会觉得太宽了，它不好看，对吧？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因为你只要把这个一铺完，你就会发现这2个带子是没有用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啊，你可以看到这样就可以做到紧密的，又交叉又紧密的铺在一起啊。这是我们之后会很常用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算是密铺的小技巧吧，但这只是非常非常初级的啊，所以先是提前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这里我们就会用到啊，我们的这个磁线圈会从这个位置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最外面的这个给它裁掉，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说给它紧密一点的铺出来，这样铺出来，好，这样就可以了啊，可以了。这个就在这儿吧，这儿稍微空了一个小点的地方，那没有关系啊。没有那么的紧密啊。好，然后我们来放研究台，我们之前已经算了是需要9个研究台的。研究台、箱子、储液库这些东西啊，部分的建筑是可以堆叠的。它的堆叠呢是受这个科技的限制的，在这个升级里面有一个垂直建造，每升一级呢，我们的这个垂直的建筑物的数量就可以多1层啊。目前是初始只有3层，然后只有部分的建筑是可以堆叠的，但是有很多建筑是堆不了的，比如说这种制造台啊、熔炉啊这些东西都是堆不了的啊，所以需要额外的去注意一下。所以这边要9个的话，我们就这里给它做成这样的就可以了。为了它好看，我看一下啊，这里中间有一个格子啊，有一个格子呢就都出来了，让中间隔一隔啊，这样比较方便插电线杆啊。然后我们把爪子也给它放上。然后这个里边的这个爪子我们放1个就可以，外边这个爪子由于速度比较慢，我们放2个啊。然后这种垂直的建筑呢，它的物品是会垂直向上自动的就从里边输送的，是不需要我们额外配置这个运输的过程的啊，很方便，也不用担心啊。所以你只要保证你初始抓的这个爪子的运力是足够的，它就可以一直往上运输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设置成制造蓝糖。这边的一个黑盒还没有搭电线杆，基本上就做好了。中间我空了很多的位置啊，这都是用来放电线杆的位置啊。比如说这里，我们就可以用来放这个电线杆啊。然后这边，尽量做横平竖直吧。那有的时候的确没有什么办法啊。这边可以横平竖直一点，这里我可以把这个往下一点。好，那这样这里就完全覆盖了，我们可以把这个警告的这个打开了，就可以看一下，没有问题啦，就输入铁矿和铜矿就可以了。铁矿我们刚才这边已经挖了2个了啊。好，我们把这边的铁矿给它运出来，这里还有啊，足够的。我们这里输入这个地方输入铁矿，你也可以考虑从为了节省这个传送带啊，你也可以考虑从这边输入。
从这边输入，然后我们可以整体的选择这个传送带，选择反转整条线路。哎，你就发现这整条线路全都反转了，然后这样一连就可以了。我们把这边一拆啊，我们在这里改一下图标，给这个改成铁矿啊，方便我后边去存黑盒。现在还没解锁蓝图啊，所以没有办法存啊。好，然后这边铁矿就进来了，这是产量多的这个铁矿啊，速度是满足的。然后呢，我们这边要输入这里输入就只能从这边输入了啊，不好从那边输入了。那没办法，我们就只能拉一个带子过来，我看一下怎么拉啊。这么拉吧。你看到这里又没有办法这个跨了，对吧？怎么做呢？这样，先这样跨过，跨过之后呢，把这个拆了，然后你再这样一连，就发现它又可以紧密的跨过了啊。这都是一些小技巧。好，那这边我们这里铁矿就输入了，让它先铺着啊。我发现我刚才战场分析基站已经解锁了，我们去拿一下这个硅啊，这样可以让我们加快一下我们的制造速度啊。太慢了，我实在是。有了这个硅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战场分析站啊，还不行是吧？还没有这个，还有一个前置科技没有解锁啊，虽然它不在它的前面啊，就是我们的硅的那个硅片啊，半导体材料啊，我们先把这个也得解锁，否则做不出来这个原材料。一些蓝糖的科技呢，我们现在都可以给它点上啊，所以不管它的速度究竟怎么样，先给它点上。好，那然后我们再来一个铜矿啊，铜矿这边是需要180的，所以需要一个覆盖6个的矿脉的铜矿会好一些啊。当然，就是尽可能的做到量化吧。虽然这个很多小伙伴是喜欢和面法的，但和面法玩小工厂可以，玩大工厂肯定是不行的。我这里是想从零开始造球的嘛，到后边肯定是会大工厂的，所以就优先贯彻这种量化的思想啊。好的，那这边输入进去之后，这个蓝糖就会产出出来了。这个蓝糖只是输入还不行，还需要输出啊。这边还有爪子没放啊，这边还有爪子没放，这里出来的磁线圈放出来，出来的这个电路板也放出来，然后我们再做一点点爪子。这边出来的蓝糖我们也要给它拿出来。蓝糖研究的位置呢，暂时就放在它旁边，但是之后肯定得改啊。做糖的位置和研究的位置到后边我们是分开的，因为后边糖的种类多了的话，你不好布线啊，所以做蓝糖的位置和后边做研究的应该会分开。现在我们没有更多的这个矩阵研究站了啊，我看一下还有石头吗？有，我们再搓一点，就全都搓了吧。一般来说制造糖的这个矩阵我是会量化的，但是研究的矩阵我就会放过量，我不会去做特别细致的量化。原因就在于因为我们的研究速度是随着科技在不断的增加的啊，你去做这个量化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你就放过量的就可以了啊。现在物品不足了，我们就放过量的啊，这边做矩阵的研究，然后这边给它配2个爪子，以防我们的这个小黄爪的速度不够。好，然后这边放一个电线杆啊，等到这边蓝糖出来就可以研究了。这边的矩阵还得再补几个啊，把这边给它弄掉。好，现在就等建造无人机去铺了。好，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黑盒啊，就主要是给大家讲这个黑盒的设计思路啊，这个就算是造好了，这边蓝糖就可以开始不断的生产出来了。我们需要注意看一下我们这些机器的运行，如果它有一个小黄点的话，代表这个机器运行受阻了。这种还好，因为我们的磁铁是富裕的，所以它肯定会产物堆积，产物堆积是会影响的，或者是产物原料不足也可能会影响，或者是有电力的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它的运行速度啊。我们来确保它的运行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就可以了啊。然后过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面板，看看我们的生产速度有没有达到啊。我们按 P 键。我比较习惯用的是这个1分钟啊，1分钟的这个设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糖啊，就是各色的这个糖，我们都给它设置成第1个收藏夹。之后我们选择这个收藏夹1，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的速度了，这样就很直观。我们的目标呢是180每分钟啊，现在还达不到啊。然后后边消耗速度太低的话，这边卡住的话，这里也达不到的。我们看看这边做出来了啊，做出来了，我们就把这个科研站再放下。先把这个速度给它吃满啊，但实际上我们前期的科技用不到这么高的速度啊，就先这个造着吧，先造着没关系啊。这边6个研究台应该就可以把速度提上一些了啊。可以看到这个速度一直在涨啊，后边我们回来再看这个能不能达到180啊，应该是可以的，问题不大啊。
好，那这里初期的这个小的产线，我们就可以给它全都拆掉了，用上了。我们也积攒了一些最基本的这个传送带，我们现在开始来造我们的黑盒的一个这个叫做一个黑盒的总线超市啊，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下。那想做这个黑盒的总线超市呢，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些冶炼或者是这个基础的原材料啊。我这边呢先准备6种基础的原材料，分别是铁板、这个磁线圈、钢材、齿轮，和这个磁线圈说了，和这个石砖啊，这几种啊是我们要准备的，1、2、3、4、5。还有电路板6种啊，这6种是需要我们准备输入到总线里的东西啊。那这个需要输入多少的量呢？我也会在视频当中给大家打出来啊。那这个铺设过程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因为这个小飞机飞的的确是有点慢啊。我们这边科研完成了，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需要钢啊。那我们这边先把钢的产线先给布出来，那之后啊都弄好了之后，我再回来给大家看吧。中间这一段我们就剪辑掉了。好，我们这边冶炼的产线铺的差不多了，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当我们的科技解锁了这个移山填海，就是需要400蓝糖的这个移山填海工程，我们就能解锁这个地基这个工具啊。地基这个工具是很厉害的啊。首先，地基这个工具呢，它可以填平一些鼓包，比如说我们看到地势上会有一些鼓起来的地方，我们用地基去填的话，你会在这边去获得沙土啊，这里不是很高啊。你用地基去填，前期可能比较贵，你可以考虑用这个研究站去填。研究站呢，它占地面积比较大，又可以把这个地方压得比较平。我们找一个有鼓包的地方去给大家填啊，这里都比较平整。前期呢，如果实在特别缺地基呢，就可以用这个研究站去压这个土地啊，这边就能获得一定的这个沙土啊。沙土呢是用来填这个海的必要工具。我们除了有这个地基的这个工具以外，还需要有沙土啊。地基这个工具默认拿出来是一个3×3的大小啊，但实际上3×3对我们现在来说有点浪费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3×3，假如说我们这样去放一下的话，是大概这么大一个面积啊，虽然挺大的，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1×1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也挺大的啊，这个面积也不小啊，所以这个最好呢还是能够稍微的节省一点，我们前期的这个物资不够，完了我全都来做实验了。这边钢的这个地方我就必须要用到地基才能给它铺过来啊，之后我们再说吧。然后冶炼这边我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就包括钢、齿轮。铁板还没弄啊，铁板还没弄。然后这边的这个磁线圈和我们的这个叫做磁线圈和我们的滤板啊，滤板。然后我们把这个机器给它放下来啊。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没有地方，没有陆地啊。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多建造机器人来帮我们铺设了。我再去拿点石头做点石砖啊，把这个石砖的这条线和铁板的这条线做完，我们也就差不多了。然后蓝糖科技我顺手也就全都给它跑掉了啊，其实也不急啊，就是带拉拉，你看到有所有只消耗蓝糖的科技，你就给它跑掉啊就可以了。那我这边再去做一些准备啊，这边材料还是不太够啊，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个地基工具的使用技巧啊。然后在这种有丘陵的地方呢，你去拿建筑物去弄它，它是可以获得沙土。然后在这种坑洼的地方呢，它就要需要消耗沙土啊。然后如果你不太喜欢这个地基工具下面的这个显示啊，它会有一个显示，这个显示你是可以改的，在这边点这个，你可以给它改颜色，你自己画也可以啊。你也可以选择呢这种无装饰的这种地基的这种结构啊，这样就会变成无装饰的，你就看不着了，基本上是一个透明的这种感觉啊。我们这边填2个地基，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的钢给弄出来了。这是一个120钢的一个产线啊。好，那接下来我去再走一个铁板的产线啊，然后把这边补全。好，另外几个想跟大家说的小技巧啊，一个还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地基工具的。这个地基工具除了可以用来填海以外呢，还可以把你不想要的这个矿物资源给进行修改啊。比如说这里我想要铺这个采矿机的话，你会发现这里很难铺，因为这里凸出来了一块，我觉得这2个矿簇很碍眼，我想给它填掉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地基工具在这边修改一下，变成这个矿物掩埋的模式，我们摁一下，这个矿物就消失了。但这个矿物其实没有完全的丢失啊，你要是想恢复呢，你可以再摁一下，让它还原，我
我们再按一下，它就又回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用途，这是其一。其二，另一个想说的技巧呢，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戴森球啊，我们的这个球，我们的星球它是有经线和纬线的，我们摁 M 键扩大到这个地图视野的时候，摁 N。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视野正对着这个北极啊，这边就是北极了。然后呢，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横向的就是我们的纬线，竖向的是经线啊。尽量不要让你的产线去跨经线去做啊。比如说现在这里我是竖着铺的，对吧？尽量让你的产线都横着铺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你跨这个。比如说，就是跨这个东西半球的时候啊，画这个南北的这个分界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格子明显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你的这个传送带也拉不直，你的这个机器过来铺呢，它的大小可能也不适配啊，蓝图也会受到影响，间距也会受到影响啊。反正总之就是对你的整个工厂的布局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如果要建大工厂呢，尽量都是沿着我们的赤道啊，沿着中间的这个南北回归线中间的这个地方，这个中间的这一大块的这个区域去造是比较好的。我们刚才去看了一下，这里的这个面积比较大，比较适合造工厂。然后我们的这个总线就打算往这边去延伸啊，现在去往那边去铺一下啊。科技呢，我这里就是在走啊，在走。我们把这边往这边铺，这边这个小飞机呢都会过来帮我们啊。然后这里还用到了一个小技巧呢，就是这个传送带的抬升啊。戴森球跟异星工厂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们的这个维度是可以三维的去啊，不但是建筑物可以三维的摆，这个传送带啊，你可以看到按上键，按这个键盘上的上键，可以不断的去抬高。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抬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角度的啊，跟我们这个跨这个传送带是一样的，需要一定的角度，它是没有办法垂直抬的。能不能垂直抬呢？也不是不行，但是它需要前置的科技啊。我们可以按一下这个科技按钮，然后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科技线里有一个叫做超级磁场发生器，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蓝马达。解锁这个科技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坡度限制就会取消，我们的传送带就可以垂直向上的摆了。现在呢，我们还只能摆这种坡度的啊。那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跨过一些机器啊，或者是一些位置啊，这样都会很容易的就可以跨过来了。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开始铺我们的这个总线了啊，我们往这边去铺。我是以3条线为这样的一个单元啊。3条线的原因呢，就在于我们的机械臂啊，最多就能画3个格子去拿啊，所以我们这边是3条线为单元的。后边也会给大家讲一下一些粗浅的吧，这个密铺的一些小技巧。我这里不会用到特别深的啊，但是粗浅的可能会稍微介绍一些。然后这边中间隔一个制造台的距离啊，然后这边还是3条线啊，还是3条线，这样一铺啊。然后把这边的这3条线啊弄过来，然后你觉得消耗量比较大的这种材料啊，比如说铁板啊，比如说其实这边的这几个都还挺大的，铁板、齿轮消耗也比较大，让它靠得近一点啊。一些消耗量比较小的这种物资呢，你可以考虑给它放到相对来说靠外一点啊，靠外一点。我们这里可以考虑让它做一个跨带啊，这样做一个跨带，然后等它铺完，然后把这儿一拆。然后把这里一补，这里一补啊，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钢材在最外边啊，钢材用的量相对来说少一点啊，跟齿轮和我们的这个铁板相比啊，这样就做了一个交叉啊，我们这样就好了。这里呢，我们最优先想造的呢，我是想先造这个地基的这个工具啊，这个东西用量真的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星球里啊，我们可以多拉几个这个爪子给它去运输啊，这边。给它运输起来，然后这边呢，我们放一个箱子去装这个地基工具啊。这里我想想啊，我可以直接放过来的。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后边我们所有的这种总线超市上的这个结构都是这样的啊，都是相似的。然后用这样中间一条传送带的方式给它拉过来，这个地方可以用来放电线杆啊，然后这边就可以输送出来了。我们再手搓一点啊，马上我们就要告别大范围的手搓了，马上我们就可以用那个啥了。用我们的这个超市，好，这样我们给它输送过来，然后呢，这里放一下我们的箱子给它一抓啊，这样就可以了。地基工具我觉得就让它一直生产吧，生产一个箱子，因为这个速度很慢啊，所以生产一个箱子完全不是问题啊，就让它一直生产就好了。甚至后边我会考虑把这个爪子给它升级，现在我们就用三个黄爪先这样用着。好，这个就是地基工具的量产，然后我们来开始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啊，做各种各样东西的这个超市的量产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总线的结构啊。然后我们再来造第二个
接下来我们比较缺的呢，就是这个爪子。你可以看到爪子我们必须得一直在造啊，然后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总线上不停的去取你的这个资源就好了。当然，现在的这6条带呢，只能用来造一些蓝红糖期间，甚至只是红糖前吧的一些物品啊。这6条带的这个上面的资源啊，后边需要更复杂的资源的时候，我们这个超市的结构还要再改啊。那我们到后边再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先一点点来。我们这蓝塘前的这些建筑呢，这样就足就可以了。你看到这里就不好了，这里跨了一个纬线，这里过不来了啊。这个位置选的还是不是很好啊？这儿还跨了一根纬线，哎呦，难受了啊，难受。那我应该再往上走一走啊。这个会对后边有很大影响啊。那我这里改一下，我们把这边这个地方改一下，让它拐的位置往这边再挪一挪就好了啊。好，我修改一下。好，修改好了，我们来继续造啊。首先先来造爪子，这边爪子也开始造起来。爪子一个绿板，一个铁，然后爪子出来。然后由于呢，我们现在已经有科技可以直接造这个绿色的爪子了，高速分拣器啊。这个高速分拣器呢，比我们这个黄爪要快1倍，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呢就考虑要升级这个高速传感器，这个高速分拣器啊。高速分拣器需要一种额外的相对来说复杂的材料，就是这个电动机啊。所以我们让中间的这个机器生产电动机，然后我们让这边的这个机器来生产这个绿爪啊，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中间的这条带子我们可以用来直接把这个地方反转，然后把这个黄爪直接就通进去了啊。黄爪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再存一点，但是不存也没关系啊。绿爪跟黄爪相比呢，除了速度快1倍以外，它的电量啊，这个耗电量是1倍的关系，一个是18k 瓦，一个是36k 瓦啊。所以如果你电很不足呢，你考虑先不着急升级也可以啊。我这里觉得还好啊，这点电还是付得起的，我直接就考虑直接升这个绿爪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把电动机这里给它连上啊，一个需要这个磁线圈、齿轮和铁板啊。齿轮和铁板，这样就可以生产出来了。速度也不用很快哈，慢慢的稍微的产一点就可以。然后我们把这边啊这样一装啊，这里的绿爪就可以生长出来，然后开始在这边进行一个缓冲啊。绿爪不用存这么多啊，稍微有一些就可以了啊。存太多呢，对于你这个整个总线上的这个产量要求太高了。大家不要把这个产量搞得太高啊，这样会对前期矿物要求太大。一来是没有必要，会有很多的冗余啊；二来是这个会让你前期一直在铺这个冶炼的这个产线就很无聊啊，让你很容易对这个游戏产生逆反心理啊。然后风电我个人很喜欢用啊，所以我会多弄一点，风电稍微多一些。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带子的升级，相对来说它的科技就更复杂一些，一时半会儿我们还换不了啊，所以带子这边我们就先不留了啊。之后我们考虑把这个带子再连出去再弄啊，因为它需要这个绿马达啊，暂时我们也做不出来啊，我们就先不考虑在这个总线上留这个绿带的位置了，我们这里给它做成传送带给它弄好。齿轮我们可以多放一个，包括出口这里面可以多放一个，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很快啊。然后黄带呢我们还得用一阵啊，所以黄带我们也 buff 的稍微的多一些。然后这里呢我们开始做这个制造台。你会发现呢，我们前期用到的所有东西呢，在我的这一条主线上都能找得到啊。后边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等着小米的视频更新，我后边会告诉大家，找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扩充我们的这个总线的这个结构哈。然后遇到一些这个水坑，我们就拿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地基工具填一填啊。后边的整体思路都是这样的，把我们前期基本上常用的啊所有的建筑物，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电线杆。电线杆呢，直接其实可以升这个无线输电塔，所以你可以给它空一个格子做这个无线输电塔。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4项分流器啊。再有我们再往后铺啊，我们把这个我后边会需要去在总线上造的一些机器先给大家弄出来啊。然后这里我看看这里是不是生产出来一些了，先拿一点啊。好，这边我们再摆一下啊，都是隔一个铺一个啊，隔一个铺一个。4项分流器也要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熔炉也要的，然后采矿机也是需要大量要的。
火力发电机也会稍微的制造一些啊，可能量不会需求特别大，但是也是需求的啊，所以火电也是需要的。再有其他右边的这些啊，这个小储物箱可以啊，然后再往右的这些的这个科技，包括冶炼、化工啊，你可以看到它需要玻璃，需要什么这个硅片啊，硅的这个片。或者是这边要硅板啊，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啊，我们暂时还在这条总线上还没有，那就留到下一期啊之后的内容里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啊。好的，那本期视频的时间差不多了，剩下把这个地方进行扩充的部分，小米就私下自己来完成，因为思路告诉大家，这个很简单啊，也没什么很多说的，主要就是呢利用了这样的一个3-3这个间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然后记得用你的这个战场分析基站去来帮你加速的去铺设啊。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东西就都充足了啊，再去布大一点的产线就会快很多了，就基本上告别手搓啊，从这是多长时间开始？1个多小时时间开始啊，我们就告别手搓了。我觉得对于萌新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时间点。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还是希望能多多给小米3良，我们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期热门。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喽。